他们是谁？我不能告诉你，我向上帝起誓，我绝对不会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了。Darcy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他们是谁。我错了，夫人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能说的，你别逼我。好吧，我想布鲁诺一定会有办法让你开口说出来的。求求您别那么做，夫人，你别这么做。放开我！天哪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，夫人？夫人！卖报，卖报，卖报，卖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呦，疼死了！不长眼睛啊！啊！喂，你好。喂，春子小姐，我是 Darcy。达尔西，你怎么能把电话打到这儿来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来找你的。我闯祸了，都是因为你。你说什么？好，现在是这样，你先回到埃利克夫人的家里，就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啊，你千万不要说出我跟你的关系啊！其他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那好吧。艾利克太太，
我们该回去了。哦，太阳偏西了，我是不是睡了很久？不，没多久，您只是眯了一会儿。我一直在这里陪着你，不是吗？我们走吧。您要带走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哦，没什么可拿的了，走吧。好，慢点，夫人。我们的车来了吗？来了，就停在那边，我陪您过去吧。哦，好的。盒子，你绝不能属于满洲人。艾利克太太，您回来了。哎，夫人呢？不知道，一下午都没看见她。那我就先扶艾利克太太回她的房间去了。好的。门怎么锁了？我走的时候没锁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好意思。冯警官，冯警官，哎呀，进来。你怎么也不接电话呢？冯警官，明氏夫人死在艾利克太太的卧室里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呢你？你就这样去啊？你等会儿，等我。哎，春子小姐，你不进去啊？你别管我了，你赶快进去吧。吴局长早就到了。吴胖子，哼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冯警官，哟，
大记者，我就猜到你会在这儿。领事夫人死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不在这儿？哎，可是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他们不让我进去啊！算你运气好，谁让我还欠着你个人情？哎，跟我来。哎，让让。来啊，谢谢啊。不能信啊，都不能信。哎，说你呢，不能信，不能信。路易斯，路易斯，哎，律师先生，律师先生，请你节哀。律师先生，对您的夫人去世，我们感到万分悲痛，您一定要保住身体啊！哎哥，你咋才来呀？局长问你好几回了。他问我干嘛？刚想休息会儿。尸体在哪儿？哎，在2楼房间里面呢，领事也在。冯建白，你破案怎么传成这样？你不捯饬捯饬，简直是丢我们警察局的人！领事先生，请节哀。初步判断，领事夫人是不慎跌倒，撞到这个柜角之后死亡的。司机 Darcy 还有艾利克太太是最先发现尸体的。你们怎么就能断定他是自己跌倒的呢？啊，根据了解到的口供，当时只有夫人一个人在2楼，领事馆的其他人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那个司机 Darcy 和艾利克太太是回去拿东西了。其他人都没有上来过，也没有外人进出过。尸体谁发现的？啊，司机 Darcy 和艾利克太太回来的时候。哦，还有，奇怪的是，当时这个房间的房门是反锁着的。房门是反锁的。对。现场都取证了吗？啊，都取证过了，东西都好好的，不像少了什么，也没有什么打斗过的痕迹。那照片拍了吗？还没有。照片都没拍，你就敢说取过证了？啊？还在路上没到呢。唐记者，要不你来？好啊。哎，说好了啊，照片归我们警察局。那当然了。这个你就没发现？没有。这人死不能复生啊！你要息怒啊！啊！哎呀，抱歉了，我要上去休息了。领事先生，有几个问题问你。
这瓶药是埃里克夫人的吗？不知道。不错，这是埃里克夫人的。自从埃里克先生过世后，她就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着。林氏夫人时常担心埃里克夫人伤心过度做傻事，嘱咐我多注意埃里克夫人的用药情况。那林氏夫人有没有可能吃这个药的？没有。没有，林氏夫人平时都睡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她需要吃药。那林氏夫人为什么要去埃里克夫人的房间呢？夫人找不到她的眼镜，想起早上去过埃里克夫人的房间，就说去看看，谁知道。林氏先生，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：林氏夫人平时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？得罪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别着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在想，林氏夫人有没有被害的可能？怎么可能？路易斯没有任何仇人，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很喜欢他，在我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人想要害他。冯天白，你几个意思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根据我的推断，林氏夫人那是意外死亡，你少给我在这添乱。可是根据我的分析，林氏夫人未必是死于意外。林氏先生，请您务必配合我的工作，请您告诉我，整个下午您和您整个领事馆的人都在干些什么？你这是在怀疑我，怀疑我们使馆里的人。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们这里不欢迎像你这样没有教养的家伙。林氏先生，哎，息怒息怒啊！整个案件好了，你少给我在这添乱了，行不行？林氏先生，林氏先生。哎，冯警官，要不要搭局长的车一块走啊？谢了啊，让我清静清静。走了。啊。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？真是气死我了！你再看看吴局长那张嘴脸，我看到就想吐。我说冯警官，你就别跟局长太过不去了，好吧？我跟他过不去，我要跟他过不去，他有好日子过吗？两位需要点什么？一会儿叫你。好。来，说正经的，我在死者的手上发现颗药丸非常重要。这是我在桌上拿到的。那颗药丸和这里的药一模一样，瓶子里的药呢，上面有明显的污渍，一看就清楚这些药是掉到地上的，然后再被人捡起来，再放回瓶子里的。如果领事夫人是去埃里克夫人房间拿药的话，你想，如果她不小心把这些药洒在了地上，她有时间把药一颗一颗放回瓶子里，就没有时间叫人去救她吗？除非另外有人把药捡起来放到了瓶子里，这证明另外一个人在事情发生之后进去过房间，或者当时根本就有人在场。对，那个仆人说，领事夫人去埃里克夫人房间是去拿一副眼镜。拿一副眼镜有必要把房门反锁吗？房门反锁着，就代表他只能够从窗口逃出去。可是窗台上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线索。领事夫人是被杀的，那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如果领事夫人不是意外摔死，她平时又与世无争的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意外被杀。所以被杀的地点非常重要。埃里克夫人的房间？对。你的意思是，领事夫人到了埃里克夫人的房间里面，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东西，因此遭遇毒手。哎呀，我说大记者，很能分析案情了。你要不跟我回警察局当个侦探得了？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过奖了。那，你打算怎么继续查下去？
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和埃里克夫人有关的话，那就复杂了。盒子小姐，你醒了。秦慕君，谢谢。谢谢。你一直都在这里照顾我吗？我睡了有多久了？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我刚刚才给你扎过了针，你现在应该没事了。谢谢你，秦慕君。你是帝国重要的科学人才，来到这里为天皇效力，照顾你是我的职责所在。况且，这和惩罚你没什么两样，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。是不是秦慕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？难道就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自己的感情吗？我是一名军人，帝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。盒子，你的目光还是被妇人之仁所蒙蔽着。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不使用活体，一样可以实验成功的。请好好休息吧。所以说，那个笨蛋杀了领事夫人。是，我离开的时候，警察局的人已经到了领事馆，吴局长还有冯静白都去了。任务没有完成，事情越闹越大。我们要的东西呢？啊，烟斗，不知道拿到那个东西没有。不过，这件事情发生在埃里克夫人的房间里，那个东西应该在那儿。只是，现在警察局把那儿完全控制住了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大佐，烟斗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他求助于我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先稳住烟斗，搞清楚我们要的东西有没有拿到手，然后警察局那边我会施压。但是，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冯建白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，我知道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大佐，春子小姐和烟斗最近的确见面频繁，看起来烟斗很信任春子小姐，想必这一点可以为我们所用。但是，根据他们交谈的情况，工作的进展似乎不怎么顺利。看来让柳春子去收买烟斗的决定是正确的，只是她缺乏经验，我怕她控制不了烟斗。秋山，你还是多加注意为好。是。哎，停这儿，停这儿吧。好。给，在这儿等我会儿啊。哎，好的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我来了。哟，小鱼来了。小鱼给你带来上好的药，得天天换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啊，小爷我的药那可是1等1的好。好，好，好，就这样啊。干什么呀？
请问是谁这么大能耐，把我的案子给结了？哦，法国领事夫人的案子，哼，证据确凿，现在可以确定它是一起意外死亡。既然没有什么好查的，何必浪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呢？证据确凿，啊？哪只眼睛看出来证据确凿了？是您的眼睛吗？那可真不怎么可靠。冯建白，这案子不能结。这明明有那么多疑点，这很可能并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事件，而且据我的推断，这件事和小红楼有关。推断？根据你的几句推断，就能把这个结了的案子重新推翻吗？省省吧，建白。你想想，那是法国领事、法国领事官邸、法国领事夫人，不是你能惹得起的。再说了，如果有人把事给捅出去了，说法国领事夫人在我们的辖区遇害了，这要上升到外交层面的。现在既然已经定性是意外死亡，那就息事宁人，一了百了了嘛。息事宁人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让你如愿的。小兔崽子！喂，建白君。喂，你好，冯警官不在，您是何子小姐吧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何子。你好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转告他，今天晚上我在马迭尔餐厅等他。哎，好的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大佐，何子小姐请假从部队进城了。好的，我会处理。秋山，她进城了，你去吧。是。何子小姐。那么快又葬了一个，你们知道吗？艾利克从没离开过，他一直在跟我说话，说有人要害他，还会来害我。明白了，是有人想害我。我在房间，结果凶手错把路易斯当成是我，把他杀了，
一定是这样的，我说的没错。凶手他杀错人了。埃里克夫人，你最近酒喝的太多了。先是埃里克，然后是路易斯，哦不是我。小楼被诅咒了，是被魔鬼诅咒了。Nancy， 扶埃里克夫人上楼休息去。魔鬼 ，Nancy， 你听到了没有？魔鬼诅咒了他。真是个疯女人。魔鬼诅咒的小楼。哎 ，Darcy， 啊，过来，过来。怎么了，先生？请坐。请坐。啊。Darcy， 路易斯不在了，这个家多么冷清啊！我多么想念他，你会想念？是，先生，我也一样。卖报啦！卖报啦！卖报！哎，老大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真倒霉！没事吧？啊？没伤着吧？没事儿。那个人不是领事的司机吗？他是司机，瞎子吧他？昨天还在这儿撞过我呢。昨天？对呀。昨天什么时候？就在这个时候。卖报！卖报啦！哎呀！哦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又立功了。啊？走了。卖报。你好。喂，春子小姐，是我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打电话到这儿来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？我真的受不了了。领事他今天跟我说了好多话，我真的实在没办法面对这一切了。你给我一些钱，快安排我离开这里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坚强一点。我已经答应过你，我会安排的。你再给我2天时间，好不好？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如果你不帮我，春子小姐，我就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，我要么变成疯子，要么就只能一死了之了。好，那这样，我们明天下午火车站见。我会安排你离开滨州的。是真的吗？那好的，那我在车站等你。大佐，我只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。这都多少天了，也没个人来送个米、送个钱儿啥的。这帮人都干啥去了？想饿死老子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大丹，快跑！哎，嫂子，你上哪儿去？哎，这没人呢，这也。哎，嫂子，你干啥？哎呀，你咬老子！
嫂子，哎，吓死我了！睡吧睡吧，睡一会儿也好。这一觉醒来啊，啥都忘了。饭没得吃，来口烟儿吧。大佐，烟斗没有发现图纸。警察局那边，吴局长已经把领事官邸的这个案子按照意外结了案。我看过卷宗了，他们也没有在埃利克夫人的房间里发现什么。真是白费功夫。好在这个吴局长胆子比较小，我们稍微吓唬他一下，就乖乖听我们的话了。只是，冯建白似乎不认为这个案子是意外，他觉得这个案子很可能和小楼有关系。今天还和吴局长吵了起来。这个冯建白倒是个麻烦角色。烟斗呢？他整个人被吓傻了，疯疯癫癫的。照这样看来，烟斗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。他知道的事情太多，放在这里只能成为一颗定时炸弹。尽快安排时间把他送走，离开滨州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大佐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他送走？我跟他约的是明天下午火车站见。警察局冯建白有没有注意到他？我不太清楚，应该是没有的吧。要不我到警察局打听一下？不，你切记要和领事官邸的案子保持距离，和烟斗保持距离，千万不能让冯建白怀疑到你、我们和这些事情的关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先去吧。跟着点春子，我怕他控制不了烟斗。要是出现了异常，按既定方针办。嗨，大佐，另外还有个事情要向你汇报，就是上一回跟你说过的那个神秘电台，又出现了。我们截获了他们的电文，可以确定他在和东北军方面联系。东北军是，可以认定是那边派来的人在滨州向东北军传递情报。密切注意，务必找到这部电台。我知道了。他还没有回来啊？那麻烦你，如果他回来之后，请您务必转告他。好，谢谢。贺姿小姐，你要不先点点菜吧？不了，等我朋友来了之后再一起点吧。啊，那好，请。达尔西，哎，你回来了？啊，是。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先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晚宴，吩咐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快进去吧，快点儿。啊，张会长，我就不送了啊。好的，你先走啊。哎，何子小姐，董先生，你在等人啊？等冯警官？对。哦，那我陪你一起等吧。哦，请坐。请。
盒子小姐，你等了很久了吧？没办法，我已经往警察局打过很多次电话了，他好像还没有回去。哦，冯警官是警察局的大忙人，当然事情比较多了。不过盒子小姐，你真是好有耐心啊！要是其他人，早就走了。不过这样等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先点点东西吃啊。啊，卡捷琳呢？哎，看一下菜单。不用了，2份罗宋汤，2份三文鱼沙拉。好的。董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些的？啊，上次冯警官带你来参加警察局的庆功宴的时候啊，我就发现盒子小姐喜欢吃这些东西。没想到董先生那么细心。啊，对了，董先生，你这样陪我会不会耽误你的时间啊？我正好有时间，可以陪你吃饭。好吧。